然后他又说，我们可以恭恭敬敬旁听孔门弟子追述夫子遗言。孔子传说他有3000弟子，据说孔子在临终之前，将他亲近的这些弟子都叫过来，这些弟子都跪在他的床旁边，然后孔子口述了100个字的遗言。后来这个孔子遗言就由弟子们记录整理流传下来。他也提到了言必称义曰仁义而已矣的孟夫子。那这句话又是从何而来呢？在孟子见梁惠王当中有记载，王曰：叟不远千里而来，亦将有以利吾国乎？孟子对曰：王何必曰利？亦有仁义而已矣。意思就是说，孟子拜见梁惠王的时候，梁惠王说：老先生啊，你不远千里而来，一定是有什么要对我的国家有一些有利的高见吧？那孟子就回答他说：大王何必说利呢？只要说仁义就可以了。所以这个是这句话的出处。包括他后来还提到马列主义老先生，这个我们不展开，大家都很熟悉。苏格拉底，我们知道苏格拉底他是古希腊著名的哲学家。苏格拉底生命的最后那一段时间，他被诬陷说是用邪说毒害青年，所以被判死刑。那在狱中临刑服毒之前，他和学生们有了最后一次对话，叫做论灵魂，讨论的就是哲学家如何对待生和死的问题。这个是苏格拉底。那还有呢 Epictetus， 这位呢，他是古罗马著名的哲学家，他是真正的集希腊哲学思想之大成者，所以他有文章叫做金玉良言，中文是金玉良言，英文就是 The Golden Saying of Epictetus， 就是他所说的语录，应该是这样把它集在一起，所以中文的翻译是金玉良言。他也提到这个典故。那么再往下，这个典故我不知道大家熟不熟悉，胡公悬挂的一把狐狸。胡公可能我单拎出来大家不一定清楚他是指谁，但是我如果说是说悬壶济世，大家可能就知道了。据说呢，东汉时候有一个卖药人，他是个仙人，每天早上他会悬一个壶悬在那儿，然后表示我的诊所开张了，我给老百姓看病。然后到太阳落山的时候呢，他就跳到湖里去，一般人就看不到他了，因为他是仙人嘛。然后有一个每天服侍他的仆人，对他很虔诚，他虽然知道他可能是仙人，但也从来不点破，就是每天帮他打扫卫生啊、整理啊什么的，所以很得胡公的赏识啊。所以有一天就跟他说，你到晚上没人的时候你就到我这儿来。然后晚上他到了胡公的房里之后，胡公说，你看我跳到湖里的时候，你也跟我一样跳。结果呢，他真的跟胡公一起跳进去，跳进这个湖中，才发现这不是普通的一个湖，这是进入了一个神仙的世界，里面有仙宫世界、桃源仙境，讲的是这么一个故事。所以后来历代的医学家学成开业为人治病，就被称之为他可以悬壶了，所以称颂医生就是用悬壶济世来称颂医生的。欲穷千里目，更上一层楼，这个我觉得展开的必要性都没有了啊！大家很小的时候都会背白日依山尽，黄河入海流，欲穷千里目，更上一层楼。就是说你如果想要看到更美的风景，你要更上一层楼，也就是说你如果想要取得更大的成功，就必须要付出更多的努力，一定要在更高的角度去审视它，那有些问题才有可能有突破。也就是说只有积极向上，你才能够达到一个高瞻远瞩的这么个意思。那这一句，尽管古人把书说成浩如烟海，这个他自己都点了一个双引号，就说明他自己也强调了这个词是从某个以前的文章里面摘录出来的。那浩如烟海就是指广大繁多，像茫茫烟海。那这个词是出自哪里呢？北宋的史学家司马光，大家知道他当时带领了一帮人，他们耗时19年，取了正史、野史、
传状、文集、补录等等222种的这种文字记录，然后《资治通鉴》。《资治通鉴》一共有291卷，300万个字，前后记录了1362年的历史，花费了很大的心血。所以司马光他在进《资治通鉴表》当中，他介绍这一项工作，这一项编撰的工作的辛苦，他就用了这4个词：简读盈积，浩如烟海，绝摘幽隐，知记毫厘，来形容他们当时就是去检索、去搜罗的这些文集材料数量之多，容量之大。所以这个是浩如烟海的这个词的由来。还有是天涯若比邻。天涯若比邻呢，是古代的诗人王勃，他在送杜少府之任蜀州这首诗当中提到的。城阙辅三秦，烽烟望五津。与君离别意，同是宦游人。海内存知己，天涯若比邻。无为在歧路，儿女共沾巾。这句话，海内存知己，天涯若比邻，也是这么多年留下来大家一直在用的诗词。好，我们再说佛说3000大千世界。我不知道这里的朋友在座的有没有研究佛学的，或者说对佛教有一定了解的。这个3000大千世界，它不是说是3000个大千世界，3000大千世界是佛教的宇宙观。佛教认为宇宙的基本单位是小世界，小世界乘1000叫成为一个小千世界，小千世界再乘1000成为一个中千世界，再乘1000成为一个大千世界。所以说3000大千世界它是一个结构，就是说一个大千世界里面，因为它有小千、中千，3000大千世界其实就是指一个大千世界，因为是3个千连成的，所以说它是指这个层次，就是3000是讲它组成的一个结构，而不是说这个大千世界是3000个，而是指一个大千世界它是由小世界、小千世界、中千世界这个3个结构组成的。那至于宇宙当中有多少个大千世界，那就是多的数都数不过来了啊。所以佛教对于世家和空间的描述，实在也是让人感叹人类的渺小。如果想要根据他们的原理来探究宇宙当中的所有的真相，我想也只有自己成为佛以后才能做到。